风味人间甄选啤酒。本节目由匠心营造啤酒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厨房重构一套就购的美的智慧集成厨房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从尝鲜到常用的 OPPO Find N 全新折叠旗舰赞助播出。自古以来，人类不但要直面大自然，还要学会如何对抗时间。从干燥和腌制，到遭罪与发酵，今人的胃口依然被传统的智慧左右。这是由时光造化的后味。不争朝夕分秒，却留余韵悠长。6月，巨大的气团在海洋上空移动，风力与潮汐的综合作用，让海水陷入永恒的震荡。海风送来的讯息，叶老汉总能在第一时间洞晓。又到了与风浪交手的季节。将木桩在腿上捆牢，这是通往大海的仅有依靠。黄海之滨，一种小型生物在芒种前后造访，只逗留1个多月。你看这个海洋也和的很一样，一步一黑，说变就变。我死了都是在海上，什么事没成。脚踩高跷，手持网具，老汉年近70，50多年的出海经验，帮助他维持平衡。在原有的木桩之上。延长1节，2节高跷，让身体舒展1倍。海底猎物踪迹不定，跟着老行家行事，才不会双手落空。2根5米多长的竹竿，尾部束紧，网口张开，以身体为支架，伸出大网。网口沉降至滩底，前倾而行。肉眼不可见的水底，凭双腿感知猎物的触碰。黄海，太平洋西部最大的边缘海，因为黄河携带的泥沙，海洋为之变色。
稳住腰身，顺势起网。单手抄起罩里，刮取后倒入藤筐。毛虾，全世界年产量20多万吨，尤以中国的出产为最。盛夏，气温超过30摄氏度，毛虾体内的蛋白酶活性极强，尽快加工才能防止腐坏。盐水烧开后，倒入毛虾，焯烫几秒，快速捞出，在阳光下均匀铺展，使其与空气充分接触。早在数万年前，人类就开始学习对抗时间和腐败。干燥是最原始的保存手段。海虾脱水制成虾皮和虾干，它们含有大量氨基酸，是厨师秘而不宣的增味法宝。虾皮轻盈通透，高温煸炒，壳与肉的不同风味相互置换，丰富的蛋白质和糖类让寻常之物陡然间增色。虾干个头比虾皮稍大，泡发后文火油煎，身段变得柔软，释放出紧锁的鲜味。与蚕豆同炒，甘美与醇香一举两得。这种天然的提鲜剂与众多食材百搭，从不喧宾夺主，反而会倾囊相助。我去，我们下午就在海边玩看看。我对这个说实话不是很感兴趣。不这个海在东边北边，不的。反正我们家如果说我爸不弄这个东西的话，我们家里也估计，反正我是没这种兴趣了。我儿子更不可能了。你这种技艺有可能慢慢就失传了。午后，因为孙儿的到来，叶老汉有难得的安闲。晚饭素朴简单，好在有刚晒好的虾皮相佐，清香回甘的煎饼，爽烈醒神的大葱，加上虾皮奉献的浓郁鲜美，小院的岁月变得有滋有味。自然造就了食材的鲜活，自然也注定了它们的速朽。以时间对抗时间，用厚积凝固勃发，短暂脆弱的鲜美得以长久停留。通过盐的渗透作用，使食物脱水，获得与晾晒相似的干燥效果。不但保鲜，还将食物的质地和滋味彻底改变。与清新甜润的食材搭配，腌鱼以调味品和原材料的双重身份入菜。
新鲜与后味取长补短，形成天作之合。海南儋州白马井渔港的一天从子夜开始，渔船进港，买家进货，少不了一番唇枪舌剑。我是吴顺宪，这是我的老婆。年轻的时候，他们都说我是吴一刀，吴一刀是他是吴三刀，不是吴一刀。吴一刀啊，吴三刀这个不算，吴一刀是大牛的。回到家，妻子动手，老吴动口。他炒的菜不行，他不懂风味。不好吃他也不吃，不管他，他不煮我要煮。夫妻俩经营的干货作坊紧挨码头，食材往来的消息，老吴家总能最先拿到。年末，有种海鱼因为特别的体色，变成抢手货。红鳍笛鲷，色如胭脂，儋州人称之为红鱼。薄盐浅渍，加姜片、香葱去腥，高温蒸烤1刻钟，浇一勺滚烫热油，激发飘渺的香味。相比鲜吃，另一种加工手段让红鱼赢得赫赫大名。斧头快下，劈成2半，拿捏力度，运刀不伤鱼皮，将肥厚的肌肉呈瓣状割开。撒大量海盐，反复揉搓，使其渗入鱼肉组织。过清水，洗掉多余盐分。阳光与盐携手，干燥和腌制结合，鱼肉脱水的速度加快。某种程度上，这是不见烟火的烹调。合适的温度，喧暖的冬日阳光，运造出老而弥新的味道。钠离子动摇和瓦解了肌肉纤维，蛋白质伸展交连，形成凝胶。冬季的晒场最为繁忙，何况还有3个孙儿的生活起居需要老两口负责。我是盖房子给我孙子。来。我中间来，马上去盖房子。还真干嘛？那么脏？脏你要问啊！没有首領你識人做事了，還是大貨。是阿姨會開玩笑。红色寓意着好彩头，年关一到，红鱼订单更是接二连三。切片后，与腊肠一同放入砂锅，大火烹烧。腊肠的甘甜，红鱼的温香，让米粒饱满入味。红鱼煲仔饭，裹着一腔香与热，
熨贴人们的好胃口。红鱼干入馔，口感娇糯弹润，搭配肉时，丰腴和硬朗相济，肥柔与咸鲜交割，令食客一时垂涎。其长久的回味更是绵延不绝。从餐厅后厨到港口的火灶，红鱼烹饪的思路小异大同。跟我老公爱吃鱼，他就是最爱吃鱼的。与五花肉一同烹煮，美味请客可得。古老的工艺伴随人们的生活，送走冬春几度，平添风韵几何。百年商埠，华南要冲，汕头历史积淀深厚，中外文化兼容。潮汕一带的饮食风华，南海之滨的世代兴旺，让一方水土得以化育，十分风采得以盛行。汕头南澳岛，北回归线横穿而过，这是太阳能够直射到地球上的最北界线。迎着太平洋送来的湿润空气，阿健和他的父亲驶出港口。立夏、台湾暖流和上升流等综合作用，使得近海食物充足。横开桅杆，调试灯具，父子之间的默契不需要语言沟通。一种季节回游的渔获，让人们满怀期待。星辰与大海之间，渔火通明，吸引众多海洋生物目光而来。今晚收获不多，但意料之中的猎物已经零星出现。鱿鱼，头足纲软体动物，圆锥形的身体酷似标枪，切段炝炒，脆嫩的咬口，撩逗牙齿的咀嚼欲望。由于质地柔韧，开小火长时间煲煮，胶原蛋白部分水解，获得弹糯交融的独特口感。移步换景，站在尝鲜的对面，气象别有洞天。日餐厨师取鱿鱼肝脏，撒盐腌制，浅度发酵一昼夜，挤成泥膏状，与鱿鱼丝充分搅拌。送酒佐饭的盐辛，风味在美妙与腐败之间游走。有种更古老的加工手法，在中国沿用3000多年，几乎毫无更改。将鱿鱼的卵膏下重盐层层包裹，密闭贮存半年甚至更久。
这是由时间和微生物长勺的烹饪，腌制和发酵协同作用，蛋白质分解，形成氨基酸和多肽。由于卵糕逐渐熟化，气息浑厚沉郁，质地更加黏润。与蛋液搅匀后蒸熟，鲜嫩中透出咸香。用黄瓜、紫菜与熟米做成香气可人的炒饭，跟鱿鱼卵糕最搭。腌卵糕切片，在铁板上炙烧，焦香的外壳包住满满一坨的油润滑嫩。由时光点化的后味，又回转头来，装点人们的时光。神奇的发酵，不仅延长食物的寿命，还以令人惊喜的方式，打开海鲜风味的另一扇大门。1000个人，会有1000种味道。那些探索者、发现者、创造者，那些好奇的人、不愿妥协的人，平凡而热烈生活的人，他们参差多态，独特鲜活。他们是世界拥有美餐的意义。更极致的腌制，也跟发酵有关。酒浆入菜，不但使肉质更加柔嫩，还能送来馥郁的香气。新鲜海蟹入卤水，汁液款款而行，酒香徐徐渗透，纳入口中，极度鲜甜的滋味，令精神为之一振。江浙沪一带以酒浸渍的食物统称醉货，风味独特，让人们孜孜以求。钱塘江入海口，暮秋的芦苇渐次枯黄，一种小个头螃蟹四处游荡。海滩上的小小孔洞是它们的藏身之处。丁阿伯有多年的经验和足够的耐心，挖开蟹洞，吃长签，反复试探。这还没有。有声音哦，它爬起来了哦。香手蟹，宁波人又叫它蓬旗和庞元蟹，只有拇指大小，看上去无肉可食，但丁阿伯深知它的妙用。秋风带着蟹味吹过杭州湾。阿伯的孙子凯凯年满5岁，正在读幼儿园。因为我属猴啊，孙悟空是我的外号。好的话，好吧。真的像猴子一样。每天反正下海去鱼虾什么吃你来嘛，反正他没有吃过东西，挺喜欢的。蓬旗肉少，任何蒸煮煎炸的手法都容易错失它的美妙。
洗净后撒盐，再用花雕酒将蟛蜞彻底淹没，风味缓缓酝酿。秋意渐浓，趁着周末，爷孙俩打算去捕捉另一种小型海产。这下去，你说它也要活动了。这个有，这里有颗啊？这个好几颗呢。哎呀，看到了。一枚枚小小的凸起，缓慢移动。10月桂花香，泥螺正肥。当地人美称其为桂花泥螺。抓吧，抓！出不来了。哎，哎呀，这个小鱼就在那去。仔细洗去泥沙，外表素净光洁。先用腌菜汁液浸泡，氧化三甲胺分解会产生异味，加黄酒不但去腥，还能提味增鲜。发酵和渗透同时启动。老爸出差归来，凯凯又多了一个玩伴。里面折个小船出来，大海里面又有一个小船。给儿子留下更多乡村记忆，是父母的特意安排。现在是爷爷奶奶照顾凯凯比较多点，在现在的话，我们也是希望他能多亲近大自然，然后也感受一下我们小时候那种乐趣。它翻了，那就不会倒了。你看它，哎，还是倒了。你反过去，你看。有加长版是不是？直接吹，用力，一口气不要停。哎，很棒很棒很棒！静置1周左右，醉泥螺告成，饱满莹润，脆嫩的口感分毫不丢。蟛蜞只需短暂9字，美妙的鲜味和醉人的香气，盛得满满一兜，令口舌的愉悦在瞬间飙升。大鱼大肉酣畅开怀，但小蟹小鲜也有它的精彩。哦哟，侬往不往，这个白娘是下饭的。好不好吃啊？好吃。再加1口饭。好吃。我明天也吃，后天也吃，天天都吃。那天天哎呀去搞白娘，好不好？大约所有的童年，都离不开某种味道的左右相伴。这里有几条鱼啊？跳下去了。也许它会贯穿一生，连同记忆里劳作的身影、四周的空气，以及土壤与草木的呼吸，形成一种微妙感受。中国人把它叫做家乡味。万物生长有时，但人们却把一去不回的时间，以某种味道的形式固着，使其穿过无尽纷乱，而不曾散落。它鲜活如昨，就像时光未被惊扰，岁月还能重来。它厚重悠远，仿佛藏着大海的涛浪，故土的风霜。
本节目由在一起更有滋味的凯迪拉克 XT6 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美餐赞助播出。